5年前，一个暴雨倾盆的深夜，17岁的林夕被继母苏文娟雇来的2名打手拖到城郊的河堤上，不由分说，狠狠地将她推入了汹涌湍急的河水中。苏夫人交代了，这丫头不能留活口，不然家产分不干净。在水中挣扎，绝望呼喊救命！救命啊！冰冷刺骨的河水瞬间没过了林夕的头顶，湍急的水流裹挟着她的身体朝着下游不断翻滚漂流，意识渐渐模糊，眼前只剩下一片浑浊的黑暗。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双布满老茧的粗糙大手忽然穿透了冰冷的河水，死死地拽住了林夕那件早已湿透的衣领，将她拖上了岸边。焦急地进行人工呼吸，丫头挺住，别睡过去，老天爷不会这么狠心的。一番紧急施救，林夕终于呛出了几大口河水，悠悠转醒，望着眼前这位浑身湿透满脸皱纹的陌生老渔夫，眼中涌起了劫后余生的泪水。虚弱，谢谢您救了我。陈伯把林夕带回了自己那间简陋却温馨的河边小屋，悉心照料了他整整半个月，才让他从那场几乎丧命的劫难中彻底缓过来。虚弱的坐起身，陈伯，这段时间多亏有您照顾，我才能活下来。我该怎么报答您？傻丫头，救人一命，何谈报答？倒是你怎么会大半夜的掉进那条河里？看你身上的伤，不像是意外。泪流满面，是我继母苏文娟派人把我推下去的，她为了独占我爸留下的全部家产，想借着这场意外把我彻底除掉。震惊继而愤怒，好狠毒的女人！丫头，你放心，既然老天爷把你交到了我手上，这条命我就替你护住了。林夕望着陈伯那份毫无保留的善意与担当，心中那份原本几近破碎的信任悄然重新凝聚起来。陈伯，那我还能回去揭穿他吗？眼下不急，你先养好身子，这件事得从长计议，不能操之过急，免得打草惊蛇，让那女人再对你下毒手。陈伯好奇追问下，林夕进一步回忆起了母亲早逝，父亲续娶苏文娟之后，这个家是如何一点点变得冷漠而危机四伏的。苏文娟表面上对自己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早已处处算计。回忆自从苏文娟嫁进我们家，我爸就渐渐被她哄得团团转，家里的财政大权也一步步落到了他的手上。我那时候就隐约觉得不对劲，只是没想到他竟然狠毒到要取我性命。这种人最是防不胜防，表面笑里藏刀，背地里却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苦涩现在想来，其实早有预兆。我爸生病住院期间，苏文娟就开始频繁接触公司的财务，还总是支开我单独跟那些来路不明的人见面。只可惜那时候的我太天真，没能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丫头，这不怪你，谁能想到枕边人还有家人会狠毒到这种地步？这段痛苦的回忆让林夕对苏文娟这些年处心积虑的算计有了更加清晰完整的认知，也让他对接下来的反击多了一份更加理智与警惕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林夕最终决定暂时隐姓埋名，留在陈伯身边生活，一边养精蓄锐，一边悄悄收集能够扳倒继母的证据，静待时机成熟的那一天。陈伯，我想好了，
在真正查清楚、准备充分之前，我不会贸然现身。我不能再让苏文娟有任何机会伤害我或者我的家人。这个决定很明智。这几年你就安心留在这里，我教你水性，教你怎么在这条河还有周边讨生活，也算是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接下来的日子里，陈伯倾囊相授，把自己几十年的水上经验还有救生的本领一点点交给了林夕。林夕也凭借着过人的悟性，还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进步飞快。丫头，你这身水性学的是真快，比当年我那些徒弟悟性都要高。微笑都是陈伯，您教得好。这几年能活下来，还学到这身本事，都是托您的福。就这样，林夕顶着一个全新的身份，在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河边小镇悄然扎下了根，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天。5年后的一个傍晚，河边小镇，一名贪玩的孩童不慎失足跌入了水流湍急的河中，眼看就要被冲向下游的深水区，一道矫健的身影却毫无征兆地从河边的芦苇丛中飞身而出。惊呼：有孩子掉进河里了，救命啊！那道身影如同鱼儿般灵活地扎入水中，几个起落便精准地拽住了孩童，奋力将他托举上岸，随即趁着众人还未看清自己的面容，便悄然引入了岸边的树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惊魂未定，那救人的是谁？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我好像看到了一头湿漉漉的长发，该不会是当年那个溺水死在河里的姑娘显灵回来救人了吧？这场离奇的救援很快便在小镇上传得沸沸扬扬，不少老一辈的居民都想起了5年前那桩曾经轰动一时的溺水惨案，一个关于溺水女孩显灵救人的都市传说就此悄然流传开来。这世上真的有这种事？鬼魂还能救人？这则充满灵异色彩的传说很快便传到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调查记者沈浩的耳中，职业的敏锐直觉让他断定这背后绝非单纯的牛鬼蛇神，而是另有隐情。若有所思，溺水女孩显灵救人，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鬼魂能徒手把一个孩子从河里救上来？这分明是活人干的。沈浩凭借着多年跑社会新闻积累的经验，决定亲自前往那个河边小镇实地走访调查，试图揭开这则都市传说背后真正的真相。自语收拾行囊，不管这背后是人是鬼，只要能挖到一个好故事，这趟就没白跑。沈浩带着自己的相机，还有一份职业记者特有的较真劲儿驱车，来到了这个因为一则灵异传说悄然热闹起来的河边小镇，一场足以揭开尘封5年真相的调查就此拉开序幕。沈浩之所以对这类充满疑点的社会新闻格外上心，还得追溯到他多年前还是一名新人记者时，曾经亲眼目睹一起因为缺乏追查而被草草结案的冤假错案，那份深深的遗憾让他从此立志要做一名敢于深挖真相的记者。回忆当年那起案子，要是我能再多坚持一下，查得再深入一些，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这份遗憾，我一直记在心里。正是这份深埋心底的职业遗憾与执念，让沈浩
面对这则看似荒诞的显灵传闻时，才会格外较真、坚持、深入调查，最终也才能帮助林夕揭开这段尘封5年的真相。对，林夕，这次能帮你查清真相，也算是我替当年那份未能坚持到底的遗憾做了一点弥补。沈浩，你这份坚持，还有这份愿意为了真相较真到底的职业精神，正是你身上最让我佩服的地方。这份跨越多年，终于得以弥补的职业遗憾，让沈浩在这场调查中投入了比以往任何一次报道都要更加深厚的热情与坚持。与此同时，林夕的亲妹妹林小雨一如过去5年的每一个忌日，独自来到河边，为那个始终没能找到遗体却早已被官方认定身亡的姐姐献上一束白色的雏菊。对着河水轻声：“姐，又到了你的忌日了。这些年我始终不敢相信你就这么走了，总觉得你还在这世上某个角落里好好的活着。”林小雨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眼中满是5年来从未熄灭的思念，还有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执念。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彻底接受姐姐已经离世的事实。就在林小雨准备离开时，恰巧听到附近几位居民正在议论前几天那场离奇的显灵救人事件，心中那份尘封已久的希望骤然被重新点燃。心跳加速，溺水女孩显灵救人，这会不会就是我姐？林小雨握紧了手中那束还未来得及献上的雏菊，心中那份重新燃起的希望，还有5年来从未放弃的执念交织在一起，让他当即决定要亲自查清楚这则传闻背后的真相。这5年来，林小雨始终没有停止寻找姐姐的脚步，她曾经独自跑遍了河流下游数十公里的沿岸村镇，张贴寻人启事，询问渔民是否见过类似的人，甚至多次因为这份不切实际的执念被身边人劝说放弃。小雨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姐肯定是凶多吉少，你该放下了，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倔强，不，我不信我姐就这么没了。只要一天没有确切的消息，我就一天不会放弃。正是这份旁人眼中近乎固执的坚持，让林小雨在这5年里走过了无数条弯路，经历了无数次希望落空的失望，却始终没有真正放弃过寻找姐姐的那份执念。子瑜姐，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相信你一定还活着，我会一直找下去，直到找到你的那一天。这份源自血脉亲情的坚韧与执着，成了支撑林小雨这5年来从未真正绝望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最终让他在显灵传闻传出的那一刻，便立刻重新燃起了寻找姐姐的希望。如今的林夕在小镇上的一家杂货铺里当着一名不起眼的店员，白天他是街坊邻里口中那个话不多却格外勤快的小小，只有到了危急关头，他才会悄悄换上那个属于过去的自己。小小，你今天又提前收摊了，最近总觉得你神神秘秘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从容应对老板，没什么事，就是家里有点小事要处理。林夕凭借着这几年练就的冷静与警觉，把自己的双重身份隐藏的滴水不漏，只有深夜独自一人时才会卸下伪装，任由那份对过去对家人的思念涌上心头。独自望着夜空，小雨，爸爸，你们现在
过得还好吗？我好想你们，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每当夜深人静，林夕总会独自坐在河边，望着粼粼波光，思念着记忆中那些早已物是人非的亲人，那份压抑已久的乡愁与委屈，只能在这无人知晓的深夜里悄悄宣泄。没过多久，小镇上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离奇救援。一名不慎翻船落水的渔民，在生死关头被同一道神秘的身影及时救起。这一次恰巧有路过的游客用手机拍下了一段模糊却足以引发轰动的视频。兴奋地展示手机，天啊，我拍到了，这肯定就是大家说的那个显灵救人的女鬼。这段模糊的视频很快便被上传到网络，配合着溺水女孩显灵救人的传说，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热议与转发。这个原本只在小镇内流传的都市传说，一跃成为了全网热议的焦点。这视频也太玄乎了，这年头还有人信这种鬼故事？信不信是一回事，反正这救人的手法是真的专业，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虚无缥缈的鬼魂。这场突如其来的网络热议也让沈浩更加确信自己最初的判断，这背后一定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了隐姓埋名，默默行善。若有所思，看来这个女鬼动作是真的专业，这么精准的救援手法绝不是普通人能有的。千里之外的城市里，如今已经全面接管林家产业，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苏文娟，也从下人口中听说了这则在网络上愈演愈烈的溺水女孩显灵的传闻，心中莫名涌起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皱眉，溺水女孩显灵救人，这说的不会是那个死丫头吧？夫人，您多虑了，那林小姐当年都没找到尸体，肯定是被冲到下游，早就不在人世了，这不过是坊间以讹传讹的鬼故事罢了。强压不安，你说的对，一个死了5年的人怎么可能还活着？是我自己疑神疑鬼了。苏文娟虽然嘴上这么说，心中那份因为做贼心虚而滋生的不安却并未就此散去，反而让她暗中留了个心眼，密切关注着这则传闻的后续发展。自语不怕1万，就怕万一。这件事我还是得找人暗中查一查才安心。一个宁静的夜晚，陈伯难得主动跟林夕聊起了自己这些年独自守着这条河，靠着打鱼救人为生的往事。原来他年轻时也曾失去过自己最珍视的人。丫头，你知道吗？我年轻时也有过妻子孩子，只可惜多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把他们都卷走了，我却眼睁睁的看着，什么都做不了。震惊动容陈伯，原来您也经历过这样的伤痛，难怪您会这么执着地守着这条河救人。是啊，从那以后我就发誓要守着这条河，能救一个是一个，也算是替我那苦命的妻儿做点积德的事。这些年倒是也救回来不少条命，你就是其中一个。泪流满面，陈伯，谢谢您，您这份大爱，我一定会永远记在心里，往后也会像您一样，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份来自陈伯的坦诚与大爱，让林夕对这位一夫一尸的老人多了
一份更加深沉的敬佩与感激，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延续这份善意的决心。沈浩抵达小镇后，没有急于寻找那位神秘的显灵女子，而是先耐心地走访了好几位曾经亲眼目睹救援过程的目击者，试图从细节中拼凑出这位神秘救人者的行动规律。大爷，您还记得当时那位救人的姑娘具体是什么时间出现的吗？她救完人是往哪个方向离开的？我记得好像是傍晚时分救完人以后，他是往河的上游方向钻进芦苇丛不见的。沈浩把几起救援事件的具体时间、地点，还有目击者描述的细节一一记录下来，反复比对分析，渐渐锁定了一个大致的活动范围：河流上游那片人迹罕至的芦苇荡附近。自语，看来这位神秘的救人者活动范围应该就在河流上游附近。接下来我得想办法摸清楚他的具体行踪。沈浩握紧了手中记录着详细线索的笔记本，心中那份想要揭开这个充满善意谜团的决心愈发坚定。他隐隐预感到，这背后藏着的或许是一个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动人的故事。与此同时，林小雨也没有闲着，他凭借着身为亲人的那份直觉与执念，独自一人开始在小镇上四处打听关于这则显灵传说的详细信息，试图找到任何可能与姐姐有关的蛛丝马迹。向路人打听，大爷你好，我想打听一下之前那个救人的女鬼长什么样子，您还记得吗？姑娘，当时天色太暗，又隔得远，只依稀看清是一头长发，身材跟你差不多，其他的就看不清楚了。林小雨把这些零散却珍贵的信息一一记在心里，越打听，心中那份这或许就是姐姐的直觉便愈发强烈。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亲自找到这位神秘的救人者，哪怕最终只是一场空。握紧拳头，姐，如果真的是你，我一定要找到你。这5年，我从没有一天真正放弃过寻找你。林小雨望着河流上游那片笼罩在夕阳余晖中的芦苇荡，心中那份重新燃起的希望与决心支撑着他，朝着那片充满未知的方向坚定地迈开了脚步。一次，林夕在救起一名不慎落水的老者后，那位老者竟在恍惚间脱口喊出了他曾经的名字。原来这位老者正是当年与林家颇有交情的一位世交长辈，恰巧途经此地。震惊，这不是林家的西丫头吗？你不是5年前就……心头一震，迅速掩饰：“老先生，您认错人了，我姓苏，不是什么林家的人。”林夕强压着内心的慌乱，佯装镇定，随即借口还有急事，匆匆离开了现场，只留下那位老者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满脸狐疑，久久无法回神，喃喃自语：“那身形，那声音，真的是我看错了吗？”林夕一路狂奔回到陈伯的小屋，惊魂未定的把这场惊险的遭遇告诉了陈伯。两人都意识到，随着救援次数的增多，自己的身份暴露的风险也在与日俱增。丫头，看来往后行事得更加小心谨慎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得做好随时可能暴露的准备。沈浩根据之前梳理出的活动规律，判断神秘救人者很可能就居住在河流上游附近，索性带上
望远镜还有相机，在那片芦苇荡周边展开了为期数日的蹲守调查。架起望远镜，如果我的判断没错，这附近应该就有他的落脚点。只要耐心蹲守，总能找到蛛丝马迹。一连蹲守了好几天，沈浩虽然没能直接撞见那位神秘的救人者，却意外发现了芦苇荡深处隐约可见的一缕炊烟，还有一间若隐若现的简陋小屋。眼神一亮，那边竟然有人家，这地方这么偏僻，会特意住在这里的，恐怕就是咱们要找的人了。沈浩压抑着内心的兴奋，决定先不动声色的继续观察，确认清楚情况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他深知这场调查越靠近真相，越需要谨慎行事，免得打草惊蛇。这次总算是让我摸到了门道，接下来就看能不能找到机会跟这位神秘的救人者正面接触了。苏文娟通过自己安插在当地的眼线弄到了一张网络上流传的拍摄角度，恰好能隐约看清救人者侧脸轮廓的照片，越端详，那份似曾相识的不安感便愈发强烈。盯着照片，浑身发冷。这个侧脸的轮廓怎么越看越像当年那个死丫头？不可能，她早就死了。夫人，您是不是太多虑了？一张这么模糊的照片，怎么能看出什么来？咬牙，不管是不是多虑，这件事我必须查清楚。你去找几个信得过的人，暗中去那个河边小镇查一查，这个显灵传闻背后到底是谁在捣鬼？是，夫人，我这就去安排。苏文娟望着手中那张模糊的照片，心中那份做贼心虚的不安与疑虑交织在一起，一场足以让他5年来的平静生活彻底崩塌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沈浩趁着一次观察到那间小屋主人似乎外出的空档，鼓起勇气径直敲响了陈伯的家门，想要当面向这位看上去普通的老渔夫探探口风。老人家打扰了，我是记者，最近在调查这附近流传的显灵救人的传闻，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什么相关的消息？面不改色记者同志，这种乡野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也就是听个乐子，当不得真的。试探老人家，您这间小屋住的可真偏僻，平时就您一个人住吗？我们打渔人家图的就是清静。记者同志，要是没别的事，我还得去河边收拾渔网了。陈伯凭借着多年的人情历练，滴水不漏地应付着沈浩的试探，虽然成功让他暂时没能找到更多的直接证据，却也让沈浩对这间小屋的古怪愈发确信不疑。先生，这老人家言辞闪烁，看来这里肯定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林夕办完事回到小屋，便从陈伯口中得知了那位记者登门拜访、四处试探的消息，心中那份原本还存有的一丝安全感，瞬间被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所取代。神色凝重，陈伯，这个记者既然已经摸到了，这里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查出更多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该考虑换个地方了？丫头，先别急，那记者虽然精明，但目前还没有真凭实据，我们只要继续小心行事，应该还能再撑一段时间。
犹豫可是，如果因为怕暴露，就从此对需要帮助的人视而不见，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丫头，你这份善心我理解，但凡事也得量力而行，你得学会在守护善意还有保护自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林夕望着陈伯那份语重心长的叮嘱，心中那份关于该不该继续冒险救人的挣扎愈发强烈，这份两难的抉择成了他接下来不得不认真面对的课题。与此同时，林小雨也凭借着自己这些天四处打听收集到的零散线索，独自一路摸索，来到了河流上游那片人迹罕至的芦苇荡附近，恰巧也望见了那间隐藏在芦苇深处的简陋小屋。心跳加速，自语：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有人家？难道……林小雨怀着忐忑不安又满怀期待的心情，缓缓靠近了那间小屋，却在即将敲响家门的前一刻，恰巧撞见行色匆匆正要外出的林夕，两人就此擦肩而过，却谁也没能认出对方。林夕带着遮住大半张脸的斗笠，行色匆匆，并未细看眼前这位同样神情恍惚的陌生女子，径直与他擦肩而过，朝着镇上的方向快步离去。望着背影若有所失，那个背影怎么莫名有点熟悉？林小雨站在原地望着那道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涌起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却终究没能在这擦肩而过的瞬间认出，那竟正是自己苦苦寻找了5年的亲姐姐。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河水暴涨，一艘渔船在汹涌的浪涛中剧烈翻覆，船上的渔民命悬一线。林夕来不及多想，第一时间冲入风浪之中，展开了这些年来最为惊险的一次营救。在浪中呼救：救命！救命啊！林夕凭借着多年苦练的水性，在惊涛骇浪中几经周折，总算将渔民成功救上了岸。而这一次恰好赶到现场的沈浩，用相机清清楚楚地拍下了他那张因为用力过猛而略显狼狈却无比清晰的面容。握紧相机，震惊，终于让我拍清楚了，这分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姑娘，哪里是什么鬼魂？林夕察觉到有人拍照，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来不及多做停留，便仓皇转身消失在了雨幕之中，只留下沈浩握着这张足以揭开整个谜团的照片，心情复杂，久久无法平静。先生，这下麻烦了，这张照片一旦公开，他的身份恐怕就彻底藏不住了。沈浩拍下的这张清晰照片，虽然还未曾正式发表，却经由一位同行朋友提前流出，辗转传到了苏文娟安插在当地的眼线手中。苏文娟一见到这张照片，瞬间如遭雷击，浑身颤抖着，这不可能，这分明就是那死丫头的脸，她怎么可能还活着？夫人，您先冷静，这件事兹事体大，咱们得尽快想对策。咬牙切齿，如果那死丫头真的还活着，那这些年我站着的一切都可能保不住了，绝不能让她有机会翻身，必须尽快把这个祸患彻底除掉。苏文娟望着这张几乎颠覆了自己这5年平静生活的照片，心中那份因为罪行即将败露而生出的恐慌与狠戾交织在一起，一场更加凶险的追杀行动正在悄然酝酿。传我的话下去，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个叫那个河边小镇的地方给我查个底朝天。苏文娟之所以会狠心对妓女痛下杀手，背后也藏着一段扭曲的心路历程。她年轻时家境贫寒，嫁入林家后，虽然衣食无忧，却始终被林家上下当作高攀的外人看待。这份常年累积的屈辱感，渐渐扭曲成了病态的占有欲。回忆咬牙这些年，我伺候你爸，伺候得尽心尽力，凭什么到头来这份家产还是要便宜你们这些名正言顺的亲生子女？这份常年压抑而扭曲的心理，让苏文娟在得知丈夫病重时日无多后，彻底滋生出了要不惜一切代价独占全部家产的病态执念，也为后来那场残忍的谋杀埋下了伏笔。听完调查得到的背景资料，感慨没想到苏文娟这份扭曲的心理是这么一步步滋生出来的。可是不管过去受过什么委屈，都不能成为她痛下杀手的理由。说的对，人生在世，谁都可能经历不公，但选择用伤害无辜来发泄，只能说明这个人骨子里就是这份对反派动机的深入了解，虽然无法让人对苏文娟的罪行产生丝毫同情，却也让林夕一行人对人性的复杂与警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沈浩凭借着这段时间积累的线索，还有那场暴雨中拍下的照片，最终还是找到了林夕如今栖身的那间小屋，趁着林夕独自在家，径直登门与他正面相见。姑娘，我知道你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救人的那位，我是记者沈浩，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弄清楚你的故事。惊慌警惕你想干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姑娘，你不用再隐瞒了，我已经拍到了能证明你身份的照片，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隐姓埋名这么多年。泪流满面崩溃，求求你别把这件事公开，如果让某些人知道我还活着，我还有我身边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林夕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镇定，将自己这5年来压抑已久的恐惧与委屈，还有那场几乎要了自己性命的谋杀阴谋，一五一十地向沈浩和盘托出。听完林夕这段充满血泪与坚韧的遭遇，沈浩那份原本只是单纯想要挖掘新闻素材的职业心态，瞬间被一股强烈的正义感还有同情心所取代。郑重，姑娘，你放心，这件事我不会公开报道，一个字都不会透露，反而我想帮你把这个害你差点丧命的继母绳之以法。震惊又带着希望，你愿意帮我？当然，作为一名记者，我见过太多像你这样被冤屈压得喘不过气的人，这次我想凭借自己的专业，真正帮上一次忙，而不是只顾着挖新闻猛料。林夕望着沈浩那份真挚而坚定的承诺，心中那份5年来独自背负的重担第一次有了可以分担的可能，这份意外的信任与支持成了他接下来勇敢面对真相的重要转机。谢谢你，沈浩，有你愿意帮忙，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沈浩与林夕还有恰巧在场的陈博3人围坐一处，开始认真商议
该如何在不打草惊蛇的前提下，一步步收集足以将苏文娟绳之以法的确凿证据？咱们得先查清楚当年那2个动手推你下水的打手现在人在哪里。如果能找到他们当年收受苏文娟指使的证据，这就是最直接的突破口。这个我记得，其中一个打手脸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如果还能找到他，或许能问出更多细节。这件事交给我这些年在道上也认识几个门路，帮忙打听打听，应该不难。那我这边就负责查苏文娟这几年名下产业的资金流向，还有他当年处理林家家产的相关记录，看看能不能查出财务上的漏洞。3人分工明确，一场足以颠覆苏文娟5年安稳生活的秘密调查就此悄然展开。沈浩凭借着多年跑社会新闻积累的人脉，很快便通过几番周折找到了当年参与谋害林夕脸上带着疤痕的那名打手如今的下落。此人如今已经金盆洗手，在外地开了一家小修车铺。亮明证据，老板，5年前河边推人下水的案子还记得吗？我已经查到不少证据了，你是老实交代，还是想一起把牢底坐穿？脸色骤变，你到底是什么人？沈浩凭借着手中掌握的部分线索，还有一番软硬兼施的盘问，成功让这名早已金盆洗手、不愿再惹是生非的8脸男人如实交代了当年受苏文娟指使蓄意谋害林夕的全部细节。颤抖着交代，是苏夫人找我们干的，她说只要把那丫头处理干净，事后会给一大笔封口费。我这些年一直活在愧疚里，没想到那姑娘竟然还活着。有了这份来自当事人的直接证词，加上之前收集到的种种证据，林夕一行人手中的证据链变得愈发完整扎实。沈浩在协助林夕调查的过程中，得知了他还有一个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亲妹妹林小雨，便主动提出愿意帮忙牵线，促成这场迟来了5年的姐妹重逢。林夕，你妹妹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你，这边已经查到了，她最近也在四处打听显灵传闻的消息，要不要让我安排你们见上一面？犹豫又充满渴望，我真的可以见小雨吗？这些年我不知道有多想念她。林夕虽然心中仍有几分对暴露身份的顾虑，但对亲妹妹那份压抑已久的思念，最终还是战胜了恐惧。他郑重地点了点头，请沈浩帮忙安排这场意义非凡的重逢。好，麻烦你了，沈浩。这些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雨一个人孤零零的承受着失去姐姐的伤痛。沈浩望着林夕眼中那份交织着期待与忐忑的复杂情绪，郑重地点了点头，开始着手安排这场即将让两姐妹喜极而泣的重逢。在沈浩的精心安排下，林小雨如约来到那间河边的简陋小屋，推开门的那一刻，望着眼前这位虽然模样略有沧桑，却分明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亲姐姐，瞬间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姐，真的是你吗？这5年我一直不肯相信你已经不在了。紧紧抱住妹妹小雨，对不起，是姐姐不好，让
你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年的思念与伤痛。两姐妹相拥而泣，把这5年来各自经历的苦难与思念一股脑的倾诉出来，那份失而复得的喜悦，还有对过往苦难的心疼交织在一起，让这场重逢格外动人。姐，这些年你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你受了多少苦，我都不敢想。都过去了，小雨，这次姐姐一定要把苏文娟那个狠毒的女人绳之以法，讨回属于我们的公道。林小雨望着姐姐眼中那份历经磨难却愈发坚定的神情，郑重的点了点头，表示无论接下来要面对什么，他都会与姐姐并肩作战。林小雨凭借着这5年来虽然不甘心却不得不留在林家暗中观察的经历，向林夕还有沈浩提供了不少关于苏文娟如今财务状况还有近期可疑动向的关键内部信息。姐，这些年苏文娟表面上风光，其实因为经营不善，已经暗中挪用了不少公司的资金去填补自己私下投资失败的窟窿，这应该能成为扳倒他的另一个突破口。这个消息太关键了，财务造假加上之前的谋杀证据，苏文娟这次恐怕是插翅难逃了。小雨，谢谢你这些年一直默默的忍受着，还帮咱们收集了这么多有用的信息。姐，咱们是一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接下来咱们该怎么一步步把这些证据做实，然后正式公之于众？三人围坐一处，结合各自掌握的证据与信息，开始仔细规划这场即将彻底揭穿苏文娟全部罪行的最终行动。苏文娟派往河边小镇暗中调查的眼线，凭借着重金收买当地一些居民，还有四处打听，逐渐摸清了显灵传闻背后那间隐藏在芦苇荡深处的小屋，还有其中居住着的老渔夫与年轻姑娘。向苏文娟汇报夫人查清楚了，那地方确实住着一个老渔夫，还有一个年轻姑娘。从街坊描述的长相来看，8、9不离10，就是那死丫头。咬牙切齿，果然这些年她竟然一直躲在那种鬼地方苟延残喘。传我的话，这次绝不能再失手了，务必把那丫头还有那个帮她窝藏的老渔夫一起处理干净，一劳永逸。是，夫人，我这就去安排人手。苏文娟望着窗外阴沉的天色，心中那份因为罪行即将败露而生出的狠戾与恐慌愈发浓烈，一场足以威胁林夕还有陈伯性命的凶险危机正在悄然逼近。察觉到镇上开始出现几个行踪可疑、四处打听的陌生面孔后，林夕与陈伯、沈浩一致判断苏文娟的人恐怕已经摸到了这里，当即提高了警惕，还特意把手中收集到的关键证据分散转移存放，以防万一。这几天镇上多了不少形迹可疑的生面孔，咱们得更加小心，那些证据可不能再放在同一个地方了。丫头，这段时间你晚上尽量别再出去救人了，先避避风头。犹豫可是，如果这时候正好有人需要帮助。丫头，眼下形势不同了，你得学会权衡轻重。等这件事彻底解决了，你还有大把时间去帮助更多人。林夕虽然心中仍有几分不舍，但也深知陈伯这番话是为了
自己着想，最终还是暂时收敛了自己那份义无反顾的善心，专注于眼前更加紧迫的危机。就在这场危机悄然逼近之际，陈伯那常年泡在冰冷河水中落下的老寒腿毛病，恰巧在这个节骨眼上骤然发作，疼得他整个人行动都变得颇为不便。强忍疼痛，哎呦，这老寒腿偏偏挑这个时候犯病，真是不凑巧。担忧陈伯，您这几天就好好在家歇着，别再逞强了。外面的事交给我，还有沈浩，还有小雨来处理就好。摆手，丫头，我这把老骨头还扛得住，你才更该多加小心。这些天你总觉得外面好像有些不对劲的动静，是不是该提高警惕了？我也隐约感觉到了，最近总有几个面生的人在镇上晃悠，恐怕是苏文娟那边已经查到了什么。林夕望着陈伯那份虽然病痛缠身，却依旧惦记着自己安危的牵挂，心中那份想要尽快解决这场危机，守护好身边人的决心愈发迫切。为了确保接下来的反击能够产生实质性的法律效力，沈浩特意联系了一位专办重大刑事案件的律师，详细梳理了手中掌握的全部证据，八脸男人的证词、财务造假的记录，还有当年的谋杀细节。沈先生，根据你们提供的这些证据，已经足以构成完整的刑事证据链，故意杀人未遂、侵吞公司资产等罪名都能被坐实。太好了，律师，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安排正式报案，还有公开揭发的具体步骤？我建议先秘密向警方报案，同时准备一场公开的新闻发布会，双管齐下，这样既能确保苏文娟无法趁机销毁证据或者畏罪潜逃，又能最大程度地还原真相，公之于众。这个安排很周全，那咱们就尽快着手准备吧。我已经等不及，想要讨回这份迟来了5年的公道。有了专业律师的协助，林夕一行人的反击计划变得更加稳妥周密，一场足以彻底颠覆苏文娟人生的风暴即将拉开序幕。就在林夕一行人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报案还有新闻发布会的同时，苏文娟派出的那批凶悍的打手也已经摸清了小屋的具体位置，趁着夜色悄然包抄了过来。低声下令，动作都给我麻利点，务必把那丫头还有那个窝藏她的老头一起做掉，别留下任何活口。夜色笼罩下的芦苇荡，气氛骤然变得杀机四伏，几道黑影猫着腰，借助这茂密的芦苇做掩护，一步步朝着那间毫无防备的小屋逼近。林夕凭借着这些年苦练出的敏锐直觉，隐约察觉到了外面不同寻常的动静，当即警惕地握紧了手边能当作武器的船桨，护到了行动不便的陈伯身前。警惕陈伯，外面好像有人，您先躲到里屋去，这里交给我。强撑起身，丫头小心，这些人来者不善啊！林夕握紧船桨，望着门外那片逐渐逼近的黑影，心中那份5年来始终未曾真正放下的警惕，在这一刻彻底转化为了保护身边人绝不退缩的决绝。打手们破门而入，为首的头目率先朝着林夕扑了过去，陈伯不顾自己行动不便的腿伤，拼死挡在了林夕身前，替他硬生生挨下了一记本该冲着他去的重击。挡在身前闷哼，丫头快跑，别管我。
悲愤陈伯。眼看着陈伯倒在血泊中，林夕积压已久的悲愤瞬间爆发，他握紧手中的船桨，拼尽全力朝着那名打手头目狠狠地抡了过去，一番惊心动魄的搏斗就此展开。林夕凭借着多年苦练的水性还有身手，在狭小的屋内与几名凶悍的打手展开了殊死搏斗。虽然寡不敌众，几度险象环生，但那份想要护住陈伯还有自己的决心，让他始终咬牙坚持。咬牙想动，陈伯先过我这关。狞笑，就凭你一个丫头片子也敢螳臂当车？危急关头，林夕一边苦苦支撑，一边心中只能寄望于沈浩还有妹妹能够及时察觉异常，赶来支援。恰逢当晚与林夕约好要来商议报案细节的沈浩与林小雨迟迟联系不上林夕，两人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当即联系了早已提前打好招呼的警方，一同火速赶往芦苇荡深处的小屋。焦急，姐一直没有回消息，肯定是出事了，咱们得快点。我已经联系了警方，让他们火速赶来支援，希望还来得及。一行人火速赶到小屋附近，恰好撞见了林夕正拼死抵抗打手们的凶险场面。警方见状，当即一拥而上，将那批凶悍的打手尽数制服控制了下来。都别动，你们涉嫌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统统给我老实蹲下！冲上前，姐，你没事吧？林夕望着及时赶到的妹妹，还有沈浩，还有那些终于被制服的打手们，紧绷已久的神经终于稍稍松懈下来，转身朝着倒在血泊中的陈伯扑了过去。林夕跪坐在浑身是血的陈伯身旁，颤抖着双手替他按压伤口，试图止住那不断涌出的鲜血，眼中满是恐惧与自责。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场因自己而起的危机会让陈伯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泣不成声，陈伯，您一定要撑住，救护车马上就到了，您不能有事啊！虚弱的小丫头，别哭，我这条老命能替你挡下这一劫，值了。所幸救护车及时赶到，医护人员迅速对陈伯展开了急救，将他紧急送往医院。林夕还有林小雨、沈浩一同陪同在侧，焦急而忐忑地等待着手术室外的结果。姐，陈伯吉人天相，一定会没事的。握紧拳头，祈祷陈伯，您一定要挺过来。这些年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还没有好好报答过您。手术室外，几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静等待着那盏代表着希望的手术指示灯熄灭的那一刻。得知陈伯还有林夕遭遇袭击，身受重伤的消息后，小镇上不少曾经被陈伯救过或者受过林夕帮助的乡亲们，纷纷自发赶到医院为他们加油打气，还主动帮忙照应前后。陈伯还有小小都是咱们镇的大恩人，这种时候咱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是啊，医药费的事，大家一起凑凑，绝不能让恩人们吃亏。林夕望着这些素不相识却愿意倾力相助的乡亲们，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这份来自普通百姓的朴素善意，让他更加确信自己这些年默默行善的选择是值得的。含泪谢谢大家，这份情谊我们会一辈子记在心里。这份来自社区的温暖支持，成了林夕一行人在这场危机中最坚实的后盾，也让这个原本充满伤痛的
故事多了一份人间大爱的温暖底色。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手术，医生终于走出手术室，带来了让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的好消息。陈伯虽然伤势严重，但性命总算是保住了，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便能逐渐康复。患者已经脱离危险，你们可以放心了，好好照顾他，静养一段时间就好。喜极而泣，谢谢医生，谢谢。林夕握着医生的手，连声道谢。那份压抑已久的恐惧与自责，在这一刻终于化作了喜极而泣的泪水。林小雨还有沈浩也都跟着松了一口气，紧紧握住了林夕的手，予以安慰。姐，太好了，陈伯没事，这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陈伯，这份舍身相护的恩情，咱们都不会忘记。接下来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把苏文娟绳之以法。林夕望着病床上虽然虚弱却已经脱离危险的陈伯，心中那份想要彻底讨回公道的决心愈发坚定炽热。被警方当场抓获的那批打手，在确凿的现场证据还有警方专业的审讯手段下，很快便如实交代了是苏文娟指使他们前来谋害林夕还有陈伯的全部经过，进一步坐实了苏文娟的滔天罪行。交代是苏夫人出的钱，让我们务必把那姑娘还有窝藏她的老头一起做掉，说这样才能一劳永逸，斩草除根。这份口供还有之前收集的证据，已经足以对苏文娟正式立案侦查了。林小姐，接下来我们会立即申请搜查令，前往苏文娟住处，将她依法控制。这次她插翅难逃了。谢谢警官，这份迟来了5年的公道总算就要讨回来了。林夕握紧了拳头，望着警官离去准备收网的背影，心中那份压抑了整整5年的委屈与愤怒，即将在这场正义的审判中得到彻底的释放。警方凭借着完整的证据链还有搜查令，浩浩荡荡直扑苏文娟如今居住的豪华宅邸。苏文娟见到这般阵仗，脸色瞬间惨白，妄图狡辩脱身。苏文娟，你涉嫌故意杀人未遂，侵吞公司资产，现在依法将你逮捕。色厉内荏，你们凭什么血口喷人？我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从来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就在苏文娟还试图狡辩之际，林夕与林小雨一同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苏文娟望着这个本该早已葬身河底，如今却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的妓女，彻底如遭雷击，瘫软在地，魂飞魄散。你怎么还活着？冷冷苏文娟，你以为把我推下河里就能高枕无忧了？可惜老天不遂你的愿，我活下来了，也查清楚了你的全部罪行。苏文娟望着林夕还有警方出示的一份份确凿的证据，还有那份来自同伙的供词，精神彻底崩溃，再也无法狡辩分毫。瘫坐在地，崩溃是我做的，我只是想要独占你爸留下的全部家产，才狠心找人把你推下河的，对不起，痛心对不起，换不回这5年我失去的一切，这份代价你必须付出。警察依法将苏文娟戴上手铐，押解离场。曾经风光无限、高高在上的继母，如今在众目睽睽下狼狈不堪，为自己的贪婪与狠毒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握住姐姐的手，姐，我们做到了，这份迟来的公道总算讨回来了。
泪流满面。是啊，终于结束了。这5年的委屈与恐惧总算可以画上句点了。林夕望着苏文娟被押解离去的背影，心中那份压抑已久的重担终于彻底卸下，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历经磨难终于云开雾散的释然与轻松。这起跨越5年、充满传奇色彩的谋杀、生还还有隐姓埋名行善的离奇案件，经由沈浩亲自撰写的深度报道，正是公之于众后，迅速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感动。这起震惊社会的案件，今天终于水落石出，受害者林夕女士在侥幸生还后隐姓埋名，5年来默默救人无数，其遭遇与善举令人动容。这姑娘也太坚强了，自己都九死一生，还一直在默默帮助别人，真正的人间英雄。那个继母也太狠毒了，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幸好正义没有缺席。铺天盖地的舆论支持与感动，让林夕这段充满血泪与坚韧的经历感动了无数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让他这份历经磨难却始终心怀善意的坚韧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林夕这段公之于众的遭遇也激励了不少同样深陷家族财产纠纷却长期敢怒不敢言的人们，纷纷鼓起勇气站出来寻求法律途径，讨回属于自己的公道。旁白念信：林夕女士你好，看完您的故事，我也鼓起勇气去起诉了那个长期霸占我家产业的亲戚，谢谢您给了我勇气，感动。没想到我的这段经历还能激励到这么多和我有类似遭遇的人。这就是你这段经历最珍贵的意义所在，它不仅讨回了属于你自己的公道，也给了无数同样深陷困境的人重新站出来抗争的勇气。是啊，这些年受的苦，如果能换来更多人不再忍气吞声，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公道，那这份苦难也算是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林夕的故事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在悄然影响着越来越多同样渴望公道与正义的人们。案件告一段落后，林夕在律师还有警方的协助下，正式办理了恢复自己法律身份的相关手续。5年来，那个被迫隐姓埋名、活在阴影下的小小，终于得以光明正大地重新成为林夕。林小姐，手续都已经办理妥当，你正式恢复了林夕这个身份，还有属于你的那份家产继承权。感慨谢谢您，这份迟来了5年的身份总算失而复得了。林夕握着那份重新签发的身份证明，心中百感交集。这不仅是一份简单的法律文件，更是他历经5年磨难，终于堂堂正正活成自己的重要见证。姐，从今天起，你就是光明正大的林夕了，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是啊，这份身份失而复得，也让我更加明白，往后不管遇到什么，我都要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活下去。经历这场生死与共的风波后，林夕与沈浩之间那份源自并肩作战、彼此信任的情谊，在不知不觉间悄然滋长，成了一份更加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林夕，这段时间看着你历经这么多磨难，还能始终保持善良与坚韧，我是真心佩服你。脸颊微红，谢谢你，沈浩。这段时间要不是有你愿意相信我、帮助我，我可能
没有勇气走到今天这一步。林夕，说实话，这段时间我越来越放不下你。往后，如果你愿意，我想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管是当朋友还是别的什么身份。微笑，眼含泪光，我也是。这份患难见真情的情谊，我也想好好珍惜。两人相视而笑，那份历经生死，终于得以坦诚相对的情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午后悄然绽放。案件尘埃落定后，林夕特意抽空去医院探望仍在静养恢复的陈伯，郑重地向这位救了自己一命又在危难中舍身相护的老人表达了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激。陈伯，如果没有您当年把我从河里救起来，还教会我这么多本事，就没有今天的我。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奚眉一笑，丫头，你这么说就见外了。看着你能堂堂正正活出自己的样子，比什么报答都让我高兴。陈伯，等您身体养好了，我想接您一起搬到城里住，让我好好照顾您后半辈子。笑着摆手，丫头，这份心意陈伯心领了。不过我这把老骨头还是离不开那条河，等养好了，我还是要回去继续守着它。林夕望着陈伯那份质朴而坚定的坚持，心中涌起了一股更加深沉的敬佩。这份属于陈伯自己的守护，他会全力支持，也会时常回去陪伴。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家产继承权后，林夕并未选择过上安逸享乐的生活，而是郑重地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用这笔继承的家产成立一个专门致力于水域安全还有救援培训的公益基金会。陈伯，这些年您一个人默默地守着这条河，救了不知道多少条性命。我想把这份守护延续下去，让更多人受益。感动，丫头，你这份心意真是让陈伯欣慰。林夕将这个基金会命名为陈伯救援基金，专门用于培训水域救援人才，还有资助那些因为意外而陷入困境的家庭，让陈伯这份质朴而伟大的善意能够以另一种方式继续造福更多人。眼眶湿润，没想到我这个守了一辈子河的老头子还能留下这么一份念想。陈伯，您这份大爱值得被更多人记住与传承。基金会成立的那天，陈伯虽然依旧谦逊低调，但望着眼前这份因自己而起却足以惠及更多人的善举，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骄傲。林小雨望着如今重新找回身份，还有活得愈发坚定自信的姐姐，心中那份压抑了整整5年的悲伤与不安，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姐，这5年我每天都活在你是不是还活着的煎熬里，现在看着你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真的觉得一切都值得了。握住妹妹的手，小雨，谢谢你，这些年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我。有你这样的妹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姐，往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不管你要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好，以后咱们姐妹俩一起把日子过好，也一起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两姐妹紧紧相拥，那份历经磨难终于失而复得的亲情，成了他们往后人生路上最坚实的依靠与慰藉。
经历这场跨越5年的风波后，林小雨也从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他决定报考法律专业，将来成为一名专门为弱势群体发声、讨回公道的律师。姐，经历这件事，我深刻体会到普通人在面对不公时是多么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我想将来也能像帮咱们的那位律师一样，为更多人讨回公道。欣慰小雨，这个决定真好，姐姐全力支持你。林夕望着妹妹眼中那份因为这场磨难而愈发坚定的人生方向，心中充满了欣慰。这场曾经几乎摧毁整个家庭的灾难，如今竟也意外的催生出了两姐妹各自找到人生意义的契机。姐，以后我们一个守护水域安全，一个守护法律公正，也算是把这份守护他人的善意用不同的方式延续下去了。说得好，这大概就是这场苦难教会我们最珍贵的一课。消息传开后，当地政府还有社区居民特意为陈伯这位默默无闻却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河边救人无数的老渔夫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表彰仪式，感谢他这些年的无私奉献。陈伯，您这些年默默守护这条河，救了无数条性命，今天我们代表全镇居民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谦逊镇长过奖了，我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罢了。台下不少曾经被陈伯救过的乡亲，还有闻讯赶来的居民，纷纷为这位质朴而伟大的老渔夫献上鲜花，还有发自内心的掌声与感激。这场迟来却无比真挚的公开致敬，让陈伯几度湿了眼眶。陈伯，要不是当年您把我从河里救起来，就没有今天的我，谢谢您。林夕站在人群中，望着陈伯接受众人由衷爱戴的这一幕，心中充满了欣慰与骄傲。这份迟来的荣耀是陈伯应得的。经过一番严谨的司法审理，法院最终依据确凿的证据还有多方证词，对苏文娟做出了严厉的判决，故意杀人未遂、侵吞公司资产等数罪并罚，判处her长期有期徒刑，剥夺他此前非法侵占的全部家产。被告人苏文娟犯故意杀人未遂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8年，追缴其非法侵占的全部财产。瘫软在地，不，这不可能。林夕坐在旁听席上，望着苏文娟在法锤落下的那一刻彻底瘫软在地，再也无法翻身的狼狈模样，心中那份压抑了整整5年的委屈与恨意终于得到了彻底的释放与平息。姐，判决下来了，这次他真的再也翻不了身了。长舒一口气，是啊，这份迟来了5年的公道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这起案件也让沈浩对自己身为记者的职业意义有了全新的感悟，比起单纯追逐耸动的新闻噱头，他更愿意用自己的专业去帮助那些像林夕一样深陷冤屈却孤立无援的人讨回公道。对着林夕经历这次的报道，我越来越觉得记者这份职业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博眼球，而在于能不能为那些被冤屈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发出声音。你这份觉悟让我很佩服，往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啊，以后只要你需要我
随时都在。两人相视而笑，那份因为这场案件而凝聚起来的默契与信任，成了他们往后携手同行，继续用各自的方式守护正义与善意的重要基石。案件彻底落幕后，林夕特意带着妹妹林小雨一同来到父亲的墓前，将这5年来自己历经的磨难，还有最终讨回公道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慰给九泉之下的父亲。爸，这些年女儿受了不少委屈，但总算是把那个害我们家破人亡的女人绳之以法了，您可以安息了。爸，姐，还活着，我们一家人往后会好好的继续生活下去。山风拂过墓碑前的鲜花，轻轻摇曳，仿佛是父亲在天之灵对这份迟来却真挚的告慰做出的欣慰回应。两姐妹望着墓碑，久久伫立，心中充满了历经磨难终于云开雾散的释然。爸，往后的日子，女儿会堂堂正正好好的活下去，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我们家。两姐妹相互搀扶着，转身朝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迈开了坚定的脚步。番外，光明正大的守护。多年后，林夕早已不再需要隐姓埋名，陈博救援基金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发展成了业内颇具影响力的水域安全公益组织，培训出了一批又一批专业的救援人才，惠及了无数家庭。对着培训学员大家记住，救援不仅需要专业的技能，更需要一颗愿意无私付出的心。这份善意，希望你们能一直传递下去。林老师，我们一定会把这份精神好好传承下去。望着眼前这些朝气蓬勃、眼中闪烁着善意光芒的年轻学员们，林夕心中充满了感慨。从当年那个九死一生只能躲在阴影里行善的小小，到如今能够光明正大把这份善意发扬光大的林夕，这条路他走了整整5年，却无怨无悔。望着河水陈博，您看，这份您当年种下的善意，如今已经长成了一片能够庇护更多人的大树了。陈博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如从前利索，但依旧坚持住在那条河边，只是身边多了林夕、林小雨还有沈浩，时常陪伴左右，那份曾经孤独一人的坚守，如今多了一份儿孙绕膝般的温情。笑呵呵，没想到老头子，我这把年纪了，还能享受到这么热闹的天伦之乐。陈伯，您就是我们家最重要的长辈一样，往后我们都会常来看您。一家人围坐在河边，看着夕阳缓缓西沉，那份历经磨难却终于苦尽甘来的幸福，在这个宁静的傍晚愈发显得珍贵美好。陈伯，谢谢您这些年的守护，往后的日子换我们好好陪着您。欣慰丫头能看着你们都过得幸福，我这辈子值了。林夕望着眼前这条承载了自己重生蜕变，还有最终讨回公道的河流，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这条曾经几乎夺走他性命的河，如今成了他人生中最珍贵的起点。对着河水这条河，曾经差点带走了我的命，如今却成了我重新找回自己、找回家人的起点。往后不管人生还会遇到什么风雨，我都会像这条河一样无惧向前。又是一个宁静的傍晚，林夕、林小雨、沈浩还有陈博一家人般的几人围坐在那条见证了一切悲欢离合的河边，望着天边绚烂的晚霞，享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幸福。
笑着感慨这条河见证了太多悲欢离合，如今总算能见证这份苦尽甘来的团圆了。望着河水微笑，是啊，这条河既是我重生的起点，也是我们这份情谊的见证。夕阳的余晖洒满了河面，也洒在这几个历经磨难却始终心怀善意、不曾放弃彼此的人身上。这份温暖而圆满的画面，成了这个跨越5年悲欢的故事最动人的句点。姐，以后每年今天咱们都来这里聚一聚，好不好？握住妹妹的手好，一言为定。那我也算半个家人了，明年今天我也要一起来。笑呵呵，好啊，人越多越热闹，这条河也跟着沾沾你们的福气。